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都忍不住落泪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上海护士和台湾医生的跨海姻缘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些缘分真的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只待时机成熟，让彼此相遇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文，是上海一家3甲医院的护士长，今年32岁。作为科室里的技术骨干，小文业务能力没得说，但感情上却是一团糟。丽姐，我真的觉得自己的人生太悲催了。小文第一次来找我聊天时，眼眶都是红的。原来，小文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医院工作，一心扑在事业上。等到想起来谈恋爱的时候，发现身边合适的男生早就名草有主了。眼看着同龄人都结婚生子，小文的父母也着急了，开始给他安排各种相亲。那个相亲对象看我是护士，张口就问我能不能走后门帮他家人看病。小文气愤地说，还有一个听说我是护士长，直接问我1个月能拿多少红包。他以为我是什么人啊？听到这里，我不禁为小文感到心疼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医护人员似乎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却很少有人理解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付出。更让小文心力交瘁的是，他的父母去年先后查出了健康问题，爸爸被诊断出肝癌中晚期，妈妈则是严重的心脏病。作为独生女，照顾父母的重担全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。我每天下班回家就是照顾父母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，而且爸爸的治疗费用很高，我的积蓄几乎都用光了。小文哽咽着说，就在小文最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医疗水平其实很先进的。小文激动地告诉我，尤其是在肝癌治疗方面，他们有一些大陆还没有推广的新疗法。原来，小文在网上查资料时得知，台湾的长庚医院在肝癌治疗方面有独特的优势，而且台湾的健保制度使得医疗费用比大陆要合理许多。虽然作为大陆居民不能直接享受台湾的健保，但即使自费，总体费用也比大陆的特效药便宜不少。当时我就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带爸爸去台湾治疗。说干就干，小文帮爸爸申请了赴台就医的手续，请了长假，带着父亲前往台湾。初到台湾，小文就被当地的医疗环境震撼到了。那家医院的硬件设施可能不如上海的一些顶尖医院豪华，但是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真的太好了。小文感慨道，护士们非常有耐心，医生问诊也很细致，不像我们这边总是人满为患，医生连抬头看患者的时间都没有。让小文更惊讶的是，台湾医院的就医流程非常人性化，挂号、检查、取药都有志愿者全程指引。对于外地患者还有专门的服务窗口，而且所有的检查结果和病历资料都是电子化的，患者可以随时查阅。我在台湾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。小文由衷的赞叹。小文的爸爸被安排在肝胆外科就诊，主治医师是一位名叫陈志明的台湾医生。陈医生40出头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儒雅又亲切。陈医生，我爸爸的情况还有希望吗？初次见面，小文忍不住直接问道。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尽全力去救治。陈医生温和地说，你父亲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，但我们这里有一个临床试验项目，结合了免疫治疗和靶向药物，对于您父亲这样的患者可能会有帮助。听到这里，小文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在大陆，他带着父亲跑了好几家大医院，医生们不是摇头就是给出天价的治疗方案，几乎没人给过他希望。不要太担心，我会尽我所能。陈医生递给小文一张纸巾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就这样，小文的父亲开始了在台湾的治疗。作为护士，小文每天都会去病房观察父亲的情况，并仔细记录各项指标。慢慢的，他和陈医生有了更多的交流。你的专业素养很高啊。陈医生看着小文详细的记录本，赞赏道，在上海做护士长一定很辛苦吧？还好啦，都习惯了。小文笑了笑，倒是您，我查过资料，您可是台湾肝胆外科的权威，为什么还这么平易近人？医者父母心吗？陈医生笑着说，
其实台湾的医患关系整体上比较和谐，医生不需要像大陆那样戒备森严，而且我们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还不错，不用靠红包和灰色收入过活。通过聊天，小文了解到，台湾的医生虽然没有大陆一些顶尖3甲医院医生那么高的薪水，但整体收入稳定，工作强度也没那么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医疗纠纷较少，医生可以更专注于医疗本身，而不是防御性医疗。我们这边的医生不会开一大堆不必要的检查来自保，也不会因为怕出事就推荐最昂贵的治疗方案。陈医生解释道，健保局会监督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，医生也有更多自主权来为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。小文不禁感慨，这种医疗环境多么理想啊！在大陆，他见过太多因为医患矛盾而疲惫不堪的同事，也看到过太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放弃治疗的患者。日复一日的交流中，小文逐渐被陈医生的医德和人格魅力所吸引。他不仅医术精湛，对待患者和家属也充满关怀。每次查房，他都会蹲下身来，平视着他父亲交流，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。这在人满为患的大陆医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。你知道吗？陈医生每天下班后还会回来看我爸爸。小文对台湾的朋友阿美说，有一次我爸爸半夜病情突然恶化，是他连夜赶来处理的。哎呀，我看他对你也挺特别的哦。阿美暧昧地笑着，上次我去医院接你，看到他在护士站专门等你呢。别瞎说。小文红了脸，他只是关心病人而已。但小文心里清楚，自己确实对这位台湾医生产生了好感，只是两人之间横亘着太多现实问题。他是台湾人，他是上海人，他是医生，他是护士，更何况他还有生病的父母需要照顾，根本不敢奢望爱情。1个月后，在陈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小文父亲的病情出现了明显好转，肿瘤标志物下降了，精神状态也好多了。太感谢您了，陈医生。小文激动地说，在大陆，医生都说我爸爸最多还能活半年，现在看起来希望大多了。这是我的职责，陈医生谦虚地说。不过你父亲的治疗还需要继续，可能至少要3个月才能看到更明确的效果。你们准备在台湾待多久？我请的假只有1个月。小文愁眉不展，下周就该回上海上班了。我本来想辞职的，但是我妈妈在上海也需要照顾，这样吧。陈医生思考了一下，我认识一家护理之家，环境很好，可以照顾你父亲的日常起居。我会定期去查房，你可以先回上海工作，等有时间再过来看望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费用会不会很高？小文担忧地问。不会的，台湾的护理之家比大陆的私立医院便宜多了，而且陈医生停顿了一下，我可以帮你父亲申请一个慈善基金会的援助项目，能减免一部分费用。小文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能一个劲儿的道谢。就在他准备离开台湾回上海的前一天，陈医生邀请他一起吃晚饭，算是为你饯行。陈医生微笑着说，也感谢你这1个月来对医疗工作的配合。晚餐是在一家安静的台湾本地餐厅，菜品精致却不奢华。席间，陈医生聊起了他的故事。其实我也有上海情节。陈医生缓缓道来，我的外公是上海人，解放前移居台湾，他一直很怀念上海，经常给我讲上海的故事，也教我说上海话。啊，难怪我总觉得你的普通话有点上海口音。小文恍然大悟，是啊，我大学毕业后还专门去上海交流学习过1年，那时候就爱上了上海的城市气质。陈医生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，只是后来工作忙碌，加上两岸关系复杂，就很少有机会过去了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从医疗制度到生活方式，从家庭背景到人生理想，小文这才发现，陈医生今年41岁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专注于事业，至今单身。我的父母早就催我结婚了。陈医生无奈地笑道，但是医生工作太忙，很难遇到合适的对象，而且我比较传统，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随便草率决定。听到这里，小文心中不由得一颤，他们竟有如此相似的处境和价值观。晚餐结束后，陈医生送小文回酒店，
在酒店门口，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。小文，陈医生欲言又止，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台湾？可能下个月吧，要看医院能不能再批假。小文低头回答。那我们可以保持联系吗？陈医生终于鼓起勇气问道。当然可以。小文脱口而出，随即又不好意思地补充，毕竟我爸爸还在这边治疗，我得经常向您请教，不只是因为病情。陈医生认真地看着小文的眼睛，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你这个人。这一刻，小文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了，他没想到陈医生会这么直接地表达好感。我也是。小文红着脸点点头。就这样，一段跨越海峡的感情悄然萌芽。回到上海后，小文和陈医生通过视频保持着联系，每天下班后，两人都会聊上一会儿，分享各自的工作和生活。今天又遇到一个难缠的患者家属，非要插队做检查，小文抱怨道：“这边也有啊，不过没你们那边严重。”陈医生安慰他：“对了，你父亲今天精神很好，我去看他了，他还念叨说想吃上海的生煎包呢。”听到父亲的消息，小文既欣慰又愧疚。我下个月一定请假过去看他，他在这边挺好的，你不用太担心。陈医生温柔地说，倒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和妈妈。对了，你妈妈的心脏病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需要定期复查。小文叹了口气，有时候我真的好累，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了。我明白。陈医生点点头，照顾病人已经很辛苦了，还要照顾家人，确实不容易。要是我能在你身边帮你就好了。这句话让小文心里一暖，在此之前，从来没有人理解他的辛苦，更没有人主动提出要帮他分担。3个月后，小文终于再次来到台湾。这一次，他的心情比第一次复杂得多。他既期待见到父亲和陈医生，又担心两人的关系该如何发展。爸，你看起来气色真好。一见到父亲，小文就惊喜地发现他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，都是陈医生的功劳啊。父亲高兴地说，他对我特别照顾，隔3差5就来看我，还给我带好吃的，前2天还带我出去晒太阳呢。听到父亲对陈医生的称赞，小文心里更加感动。当天下午，陈医生如约来到护理之家查房。陈医生，太感谢你了。小文由衷地说，别这么客气，叫我志明就好。陈医生微笑着说，你父亲的治疗效果很好，肿瘤已经明显缩小，肝功能也恢复了不少。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半年后可以考虑手术切除肿瘤。真的吗？小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大陆，医生都说已经没法手术了。台湾在微创手术方面确实有一些独特技术，陈医生解释道。而且你父亲对我们的治疗方案反应很好，是适合手术的好候选人。这个好消息让小文喜极而泣。当晚，陈医生再次邀请小文共进晚餐，只是这一次他选择了一家更加浪漫的餐厅。小文，这3个月的交流让我更加确定了一件事。晚餐后，陈医生深情地看着小文，我喜欢你，不仅仅是因为你的美丽和善良，更因为你的坚强和专业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现实问题，但我想试着一起面对。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面对如此直接的表白，小文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他当然对陈医生有好感，但两岸的距离、父母的照顾、工作的选择，这些问题都盘旋在他的脑海中。志明，我也很喜欢你，小文坦诚道，但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你是台湾的知名医生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陆护士。你在台湾有稳定的事业和生活，我在上海还有生病的母亲需要照顾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陈医生坚定地说，我可以帮你申请台湾的护士执照，你完全可以在这边继续你的职业。至于你的母亲，可以接来台湾一起住。台湾的医疗条件对心脏病患者也很有利。可是小文还想说什么，却被陈医生打断了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陈医生握住小文的手，两岸的政治关系确实复杂，但我们只是2个普通人，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，难道我们的感情还要受到政治的限制吗？这一刻，小文不再犹豫，点头答应了陈医生的表白。接下来的1周是小文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白天，他陪着父亲做康复训练，晚上，陈医生会带他去台北的各个角落，品尝美食，欣赏夜景。台湾真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小文感慨道。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如大陆城市，现在才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其实很高，人们也很友善。扩回是啊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。陈医生笑着说，台湾的经济总量确实比不上大陆，但人均收入和社会福利还是不错的，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这两块。台湾走的是普惠路线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保障。随着了解的深入，小文越来越能接受在台湾生活的可能性，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。回到上海后，小文向领导申请了长期休假，准备陪父亲完成后续治疗，可领导却委婉地拒绝了。你已经请了好几次长假了，科室人手本来就紧张。护理部主任皱着眉头说道，而且我听说你是去台湾，现在医院对去台湾的审批更严格了，恐怕很难批下来。小文一下子慌了，但是我父亲的病情，我理解你的难处。主任叹了口气，但是你要么申请无薪休假，要么就只能辞职了。这个决定让小文陷入了两难，一方面他舍不得多年打拼的工作，另一方面父亲的治疗不能中断，而且还有陈志明。就在小文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，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诊断为心力衰竭，需要立即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。妈，您别担心，会没事的。小文握着母亲的手，强忍泪水。小文啊，母亲虚弱地说，你爸爸在台湾治疗的事我都知道，他前几天打电话给我，说病情好转了很多，还说那边的医生对你有意思。小文没想到父亲竟然和母亲提起了这事，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傻孩子，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。母亲艰难地扯出一丝笑容，如果那个医生真的人不错，你就跟他在一起吧，别管我们了，我们这把年纪了，你的幸福才最重要。妈，您在说什么啊？小文哭了出来，我怎么可能丢下您不管？傻丫头，母亲轻轻拍着小文的手，人这一辈子，有时候要为自己活一回。你照顾我们这么多年，已经尽孝了。而且台湾的医疗条件不是挺好的吗？说不定对我的心脏病也有帮助。母亲的话让小文心中翻江倒海，他从没想过父母会这么支持他和陈志明的关系，甚至愿意为了他移居台湾。当晚，小文和陈志明视频通话，哭着把这一切告诉了他。小文，别担心。陈志明的声音坚定而有力。你母亲的手术，我可以帮忙联系上海最好的心脏外科专家。手术后，如果她恢复的不错，我们就可以考虑让她也来台湾接受后续治疗。可是，台湾对大陆配偶的政策，小文迟疑地问。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。陈志明微笑着说，虽然程序有点复杂，但只要我们结婚，你就可以申请配偶居留证，然后是长期居留，最后是定居。你的父母作为直系亲属，也可以通过家庭团聚的方式来台，真的可以吗？小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然，台湾虽然和大陆有政治分歧，但民间交流一直很密切，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两岸婚姻，法律和政策都已经很完善了。陈志明信心满满地说。就这样，在陈志明的帮助下，小文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。术后休养了1个月，小文带着母亲来到了台湾，一家3口终于在台湾团聚了。爸妈，你们看起来气色都好多了。小文惊喜地发现，父母在台湾短短几个月，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。那是当然的，父亲得意地说，这边空气好，饮食清淡，最重要的是有陈医生照顾我们。小文啊，母亲拉着小文的手，小声说，这个陈医生真的很不错，医术好，人也好，家境也不错，最重要的是他是真心对你好，你可别错过了啊。妈，小文撒娇地喊道，脸上却掩饰不住幸福的笑容。就在父母病情稳定后，陈志明向小文求婚了。他选在了台北101大楼的观景台，在夕阳西下的美景中单膝跪地。小文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
陈志明深情地说，我知道你为了我们的感情已经放弃了很多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补偿你，照顾你和你的父母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面对这样的求婚，小文如何能说不呢？她泪流满面的点头答应了。但是好消息传回上海后，却引来了一片哗然。小文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，质疑她的决定。你疯了吧？放弃上海的户口和工作，去台湾当家庭主妇。听说台湾人很歧视大陆来的媳妇儿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那个医生真的可靠吗？会不会是看上你有护理背景，想让你当免费劳动力？面对这些质疑，小文一开始还会耐心解释，但慢慢的，他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并不了解他和陈志明之间的感情，也不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。婚礼定在了次年春天，地点就在台北。小文原本担心台湾的亲友会对这门婚事有意见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陈志明的家人对他非常热情。小文啊，我们志明眼光真好。陈妈妈第一次见面就拉着小文的手不放，大陆姑娘就是贤惠又能干，比台湾现在这些只会玩手机的女孩子强多了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陈志明连忙打圆场，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其实差不多，都很优秀的。哎呀，我就是实话实说嘛。陈妈妈笑眯眯地说，小文是护士，医护世家，门当户对，多好啊。陈志明的父亲虽然话不多，但也明确表示支持这门婚事。志明都40多了，终于找到喜欢的人，我们怎么会反对？而且小文这么懂事，又照顾父母，是个好姑娘。得到未来公婆的认可，小文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但是她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，回上海办一场婚礼，让自己的亲友也能见证这份幸福。没问题，陈志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我一直想去上海看看你生活和工作的地方，而且这也算是圆了我外公的心愿，他一直念叨着要回上海看看呢。于是，在台北举办完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后，小文和陈志明又回到上海，举办了一场中西结合的婚宴。哇塞，你老公也太帅了吧，而且还是台湾名医。小文的闺蜜羡慕地说，我之前还以为你被骗了呢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就是啊，台湾医生的年薪有多少啊？听说台湾的医疗水平很发达，比大陆还要好。另一个同事好奇地问。面对这些八卦的问题，小文只是微笑不语。他知道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陈旧的刻板印象中。有人认为台湾落后贫穷，有人则认为台湾充满敌意，但实际上台湾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。就像陈志明这样的人，踏实、专业、温暖。婚礼后，小文和陈志明回到了台湾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陈志明的帮助下，小文顺利地通过了台湾的护士执照考试，在同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。哇，台湾的护士待遇真的比大陆好诶。上班第一天，小文就惊讶地发现，台湾护士的工作强度没有大陆那么大，病人比护士的比例更合理，而且护士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度也更高。当然啦，台湾的护士长笑着对他说，我们这边的护理人员是专业人士，不是医生的下属，而且健保制度让我们可以专注于照顾病人，而不是处理复杂的收费和报销问题。随着在台湾生活的日子越来越长，小文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。虽然台北的房价和物价不低，但整体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却很高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下班后还有时间去健身房。小文兴奋地告诉上海的朋友，而且这边的食品安全做得特别好，路边小摊都有卫生证，蔬菜水果也很新鲜。小文的父母在台湾也住得很舒心。他们住在陈志明家附近的一个小区，环境宜人，周围有很多同样是从大陆过来定居的老人，闲暇时可以一起打太极、下棋，完全不会感到孤单。父亲的肝癌在陈志明和团队的精心治疗下，奇迹般的得到了控制。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痊愈，但生活质量已经大大提高，甚至还能出门旅游了。小文，有一天，父亲拉着小文的手，感慨地说，爸爸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你遇到了志明，不然我这条命恐怕早就没了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
小文红了眼眶，是我遇到您和妈妈才是最大的幸运。你们把我养这么大，现在还为了我移居台湾傻孩子。父亲摸着小文的头，就像他小时候那样，父母不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吗？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，我和你妈妈就满足了。原本担心父母会不适应台湾的生活，小文渐渐发现，父母适应的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。尤其是父亲在加入了当地的一个书法协会后，交了不少台湾朋友，生活比在上海还要丰富多彩。其实啊，人与人之间哪有那么多隔阂？父亲感慨道，不管是上海人还是台湾人，都是炎黄子孙，说的都是中国话，写的都是汉字，只要敞开心扉，自然能找到共同语言。结婚1周年的时候，小文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个喜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，一定要生个健康的宝宝。陈妈妈激动地说，男孩女孩都好，只要健康就行。对，小文的母亲也连连点头。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好，孩子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呢？10月怀胎，小文终于在台北的医院里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看着怀中的小生命，小文和陈志明相视而笑，眼中满是幸福的泪光。谢谢你，小文。陈志明紧紧握住小文的手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美好的一切，是我要谢谢你，志明。小文含泪微笑，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的人生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转机。当初在医院初见时，谁能想到那句我会尽我所能，不仅仅是对病人的承诺，更是对他一生的誓言。小文总是回想起那一刻，陈志明温暖的眼神和坚定的话语，让他泪崩，也让他的人生从此改变。好了，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眼前人，抓住命中注定的那份缘分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